大家好，我是绿萝。马克·吐温曾经说过，历史不会重演，但是呢，总会有惊人的相似。纵观历史上朝代的兴亡更迭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纵使时代不同，但仍然也有一些让人无法解释的巧合。甚至很多人认为呢，历史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棋盘，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操纵着，而我们呢所处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颗棋子。那到底有哪些巧合呢？说到历史的巧合呢，我们首先要说的是王莽。他呢在很多节目当中呢被称作穿越者，在位的短短15年之间呢，几乎是把1000年之后的很多政策呢都提前演示了一下。比如说王莽他把土地收归中央，禁止土地的私人买卖，那没有土地的农民呢也会分到土地。你看，这不就是我们的土地改革吗？然后他还说什么铁呀盐呀收归国家专卖，然后山川河流呢也是国有的，还废除了奴隶制，要求无业游民呢必须劳动，必须工作等等，这些措施呢特别像1000年以后的制度。所以说呢，大家都说王莽是一个穿越者，是穿越到汉代的社会主义者。他所施行的诸多政策呢不过是提前演示，甚至王莽呢选立汉平帝登基，把这一年命名为元始之年，恰好跟西方的公元1年重合。在此之前呢，中西方的历法计算方式是有差别的，时间的差距呢也非常大。但是在王莽有意无意的推动之下呢，竟然实现了中西方时间上的重合。那如果说王莽这个穿越是巧合，那朱元璋的这个巧合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应该是预测。朱元璋幼年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重八，后来呢才改名朱元璋。这个重呢就是反复的意思，而重八两个八呢是什么呢？就是16。巧合是什么呢？朱元璋当上了明朝的第1个皇帝，一直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，然后明朝呢恰好是经历了16个皇帝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知道朱元璋呢还抢在了元素周期表那个门捷列夫之前，因为他在给后代取名字的时候呢遵循5行，像是什么秦王朱公西，然后永和王朱胜雷，长阳王朱茵娜，益阳王朱恩同。你看什么硒啊、雷啊、钠啊什么的，这些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里面的名字。在明朝以前呢是元朝当政，元朝皇帝登基是在大明殿举行的，但是谁也没想到元朝的统治是被明朝推翻的。明朝呢又修建了乾清宫，那又是谁推翻了明朝呢？是清朝推翻的。清朝末帝崇祯呢在卢沟桥修建行宫的时候呢，取名分别为永昌和顺治。结果这2个词呢，一个是李自成的一个年号，一个是清代第1个皇帝清世祖的年号。所以你看这些事儿哈，天下久分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作为历史的这种运行规律吧，历史的重合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。或许历史真的是有规律的，就好像跟自然规律一样，什么1年4季，什么花开花谢。即使是因为风霜推迟了花期，但是也总有开放的一天。所以或许有一天，我们真正的掌握了历史的运行规律以后呢，预测未来说不定真能实现。你相信吗？